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顾总，别，会有人看见的。苏曼被抵在君悦酒店23层的落地窗前，身后是整座城市的灯火。她的香奈儿套装裙被推到了腰间，顾婷的手正肆无忌惮地探入她的丝袜边缘。叫我的名字。顾婷咬着她通红的耳垂，另一只手解着自己的皮带。这层楼我包了，谁会看见？苏曼的呼吸已经乱了。她今天涂的是顾婷送的 YSL 黑鸦片香水，浓郁的让她自己都头晕。5年来，每次和顾婷偷情都像第一次一样刺激，尤其是想到家里那个老实丈夫陆晨，此刻可能正在给女儿小雨辅导作业。玻璃的冰凉触感让她惊叫出声。顾婷已经强势地要了她的手机从包里滑出来，屏幕亮起，陆晨发来消息：小雨发烧到38.7摄氏度，你能早点回来吗？顾婷瞥见了，冷笑一声，把手机踢到一边。怎么，你老公催你回家当贤妻良母？动作却更加粗暴，像是在惩罚他的分心。苏曼咬着嘴唇没回答。她当然知道女儿在发烧，但今天这个项目关系到她能否升任市场部副总。顾婷是集团太子爷，一句话就能决定她的前程。专心点。顾婷扳过她的脸。下周去马尔代夫考察，我带你一起去。说着，从西装口袋掏出一个丝绒盒子，给你的。盒子里是卡地亚的钻石手链，少说值20万。苏曼眼睛一亮，主动吻了上去。两人从窗前滚到床上，香槟被打翻在地毯上，都没人在意。2小时后，苏曼对着浴室镜子补妆，脖子上全是吻痕，她不得不用遮瑕膏厚厚盖住。顾婷躺在床上抽烟，眼睛盯着她穿衣服的动作。晚上真不跟我吃饭？她问。小雨发烧了，我得回去看看。苏曼套上连衣裙，突然想起什么。对了，那个项目。顾婷吐了个烟圈。给你了，不过要陪去吃日料。她突然拽住她手腕。明晚我要视频，现在分头走。苏曼立刻扬起谄媚的笑容。这是他们的游戏规则。顾婷给职位和奢侈品，他给身体和服从。电梯里，他检查手机，陆晨又发了3条消息，最后一条是10分钟前。小雨一直喊妈妈，你能回个电话吗？他烦躁不已，回了一条，临时出差，明天回。发送后立刻关机，没看到紧接着弹出的消息。小雨高烧39摄氏度。陆晨坐在儿童医院急诊室，看着输液管里的药水一滴一滴落下，小雨苍白的小脸上还带着不正常的红晕，已经在他怀里睡着了。39.5摄氏度，还好送来得及时。医生推了推眼镜，孩子妈妈呢？陆晨苦笑一下，在加班。他掏出手机，再次查看苏曼的定位，依然显示在君悦酒店。已经3个小时了，什么公司急事需要在酒店处理？爸爸，小雨在睡梦中呢喃。妈妈什么时候来呀？陆晨轻轻拍着女儿，另一只手拨通了苏曼的电话，依然是关机状态。他深吸一口气，打开家庭定位 App， 看着代表苏曼位置的那个红点。王阿姨，她给邻居发了条语音，能麻烦您来医院照看下小雨吗？我有点急事。半小时后，陆晨站在君悦酒店对面的咖啡厅里，眼睛死死盯着酒店大门。当苏曼终于从旋转门走出来时，他的心像被重锤击中。他的香奈儿套装皱巴巴的，走路姿势明显不对劲，脖子上还有没遮干净的吻痕。
更让他血液凝固的是，苏曼拦了辆出租车，方向却不是医院，也不是家的方向。陆晨机械地跟了上去，出租车最终停在一家高档日料店门口。透过玻璃窗，他看见苏曼快步走向一个卡座，那里坐着一个西装笔挺的男人，正是顾氏集团的太子爷顾廷。陆晨快步走进日料店，想要揭穿这对狗男女时，硬生生地停住了，不能就这么便宜了他们。走出日料店，陆晨的手机响了，是邻居王阿姨。陆先生，小雨醒了，一直哭着要妈妈。他看向玻璃窗内，顾廷、苏曼两人碰杯喝着清酒，好似一对真情侣。陆晨擦掉眼角的泪水，轻声对电话说：“告诉小雨，爸爸马上就回来。”“爸爸，你眼睛怎么红红的？”小雨伸出小手摸了摸陆晨的脸，陆晨赶紧擦了擦眼角，没事，可能是过敏了。他正在给女儿量体温，37.2摄氏度，总算是降了下来。苏曼还没回来，墙上的时钟指向11点。妈妈今天又不回来吗？小雨缩在被子里，声音小小的。陆晨正想编个理由，门铃突然响了，监控屏幕上，苏曼正低头在包里翻钥匙，脖子上的丝巾松开了些，露出没遮干净的吻痕。妈妈回来啦！小雨开心的要爬起来，被陆晨按回被窝。你躺着，爸爸去开门。陆晨深吸一口气，走向门口。他决定今晚就摊牌。门开了，苏曼身上混合着香水、烟草和情欲的味道扑面而来。他看都没看陆晨一眼，径直往卧室走。累死了，我先洗澡。君悦酒店的床确实挺累人的，陆晨平静地说。苏曼猛地转身，脸色刷白。你说什么？陆晨掏出手机，播放了一段视频。酒店走廊里，顾廷搂着苏曼的腰进房间的清晰画面，这是他花3万块找私家侦探搞到的。5年，苏曼，陆晨的声音在发抖。小雨才6岁，也就是说，你从怀孕就开始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苏曼慌了，顾廷他能帮我事业，用你的身体换职位。陆晨突然笑了。你知道小雨今天发烧到39摄氏度吗？你知道她一直喊妈妈吗？苏曼的嘴唇颤抖着，突然恼羞成怒。你以为我愿意？看看这个家，你一个普通设计师，月薪还没我奖金多。顾廷随便送个礼物就顶你半年工资。陆晨像被雷劈中般僵在原地。原来在妻子眼里，他不过是个没用的穷光蛋。离婚吧，他听见自己说。小雨归我。苏曼愣住了，她没想到一向温顺的丈夫会这么强硬。但没等她反应，小雨的哭声从卧室传来。小女孩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走廊上，怀里还抱着她最爱的布偶熊。爸爸妈妈不要吵架。小雨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苏曼想去抱女儿，却被陆晨抢先一步。他抱起小雨，轻声安抚，眼神却冰冷地看向苏曼。明天找律师，现在请你离开。门关上的瞬间，陆晨才发现自己的 T 恤被小雨的眼泪浸湿了一大片。他亲了亲女儿的额头，在心里发誓：顾廷、苏曼，你们会付出代价的。离婚手续办得比陆晨想象中顺利。苏曼急于投入顾廷的怀抱，连女儿的抚养权都没争，只象征性的要了周末探视权。搬家那天，陆晨在卧室衣柜最深处摸到一个硬物，那是个带密码锁的日记本。他是了小雨的生日，咔嗒开了。今天何婷在办公室做了，太刺激了。
晚上回家，陆晨想亲热，我借口来姨妈拒绝了。陆晨的手开始发抖，往后翻，每一页都记录着苏曼和顾婷的偷情细节，甚至贴着小票和照片。最恶心的是，有页贴着小雨幼儿园表演的门票，旁边写着婷非要我在女厕所给她，差点被老师发现。陆晨冲进厕所，吐得昏天黑地。他捧起冷水拼命洗脸，抬头时镜中的男人双眼血红，像头受伤的野兽。爸爸，小雨抱着小熊站在门口，怯生生地问：你生病了吗？陆晨一把抱住女儿，闻着她身上的奶香味，才能勉强冷静。爸爸没事。小雨今天想吃什么？爸爸给你做糖醋排骨好不好？哄睡女儿后，陆晨翻出苏曼的旧手机，这台 iPhone 12是他去年送的生日礼物，现在成了最有力的证据。数据恢复需要6小时。陆晨盯着进度条，突然笑了。他想起顾婷在财经杂志上的专访照片，那副道貌岸然的嘴脸，很快就要被撕下来了。陆先生，这位是白薇，顾氏集团少奶奶。在张浩的介绍下，陆晨第一次见到了顾婷的妻子白薇，一身高定套装，手腕上的翡翠镯子起码7位数，但脸色憔悴的吓人。你好。陆晨礼貌地点头，故意露出离婚协议书的一角。白薇果然注意到了。你也离婚了？上周刚办完手续。陆晨苦笑，我前妻攀上高枝了。白薇的眼神突然锐利起来。什么高枝？陆晨装作说漏嘴的样子，慌忙摇头，没什么。张浩，你不是说要请白小姐看画展吗？这个欲擒故纵的把戏果然奏效。画展中途，白薇主动找到陆晨。你前妻是不是叫苏曼？陆晨震惊地抬头。你怎么知道？果然是她。白薇的指甲掐进掌心。顾婷最近总借口加班，上周我跟踪她，看见她和个女人进了酒店。陆晨适时露出痛苦表情。君悦酒店1608号房。白薇的脸刷得白了，这正是她丈夫常年包下的套房。白小姐，陆晨递上纸巾。同是天涯沦落人啊。苏曼就手机里的内容比陆晨想象的还要劲爆。宝贝，想死你了，把上次买的蕾丝内衣穿上，视频给我看。这是顾婷的语音。顾总，那个项目给我吗？人家什么都听你的。这是苏曼发的撒娇语音，听得陆晨一阵反胃。最致命的是相册里的私密照片和视频，有在办公室的，有在车里的，甚至还有在陆晨和苏曼的婚床上拍的。视频里，顾婷一边动作还一边说：比你老公厉害吧，畜生！陆晨一拳砸在桌子上，惊醒了隔壁房间的小雨。爸爸！小女孩揉着眼睛站在门口。陆晨赶紧关掉手机。宝贝怎么醒了？我梦见妈妈了。小雨瘪着嘴，要哭不哭的。陆晨抱起女儿轻声哄着，心里却燃起滔天怒火。顾婷和苏曼这对狗男女，不仅毁了他的婚姻，还给小雨造成心理阴影。他翻到一段2个月前的录音，内容让他浑身发冷。婷，你说小雨会不会长得像你？她眼睛那么大，怎么怀疑是我的种？要不再生一个确认下？陆晨如坠冰窟。小雨可能不是他的女儿。第二天一早，他带着小雨去了亲子鉴定中心。3天出结果，医生说，陆晨看着懵懂的女儿，心如刀绞。无论结果如何，小雨都是无辜的。但如果是顾婷的种，那这场复仇就更有意思了。亲子鉴定要等3天，
陆晨决定先查查顾婷的底。通过张浩的关系，他认识了顾氏集团的一个财务总监。顾婷那小子，财务总监喝了3杯威士忌后开始大嘴巴，表面光鲜，背地里烂透了。公司项目他至少吃了30%回扣。陆晨眼睛一亮，有证据吗？多了去了。财务总监压低声音，他搞了个空壳公司，叫于景浩39，鼎盛商贸于景浩39，所有外包合同都走这家，其实根本没人干活，钱全进他腰包了。陆晨悄悄按下口袋里的录音笔，这条大鱼比他想象的还要肥。就在这时，手机响了，是白薇发来的微信。能见一面吗？我有重要发现。咖啡厅里，白薇递给陆晨一个 U 盘，我从顾婷电脑里拷的。U 盘里是顾婷贪污的公款明细，最近一笔竟然高达200万。更劲爆的是，还有个文件夹，里面全是不同女人的私密照，苏曼只是其中之一。这个畜生！白薇气得浑身发抖。他给每个情妇都编了号，苏曼是17号。陆晨看着照片里苏曼谄媚的笑容，突然觉得可笑。他以为自己是独一无二的，其实不过是顾婷的玩物之一。白小姐，陆晨突然问，你想报仇吗？白薇擦掉眼泪，眼神变得锋利，想得要命。亲子鉴定中心。陆晨颤抖着打开信封，排除陆晨为小雨生物学父亲的可能性，亲子关系概率0%，这不可能。陆晨一拳砸在墙上，医生赶紧解释，血型确实存在特殊遗传可能，但 DNA 结果很明确。小雨蹦蹦跳跳地跑过来，爸爸，我能吃冰淇淋吗？陆晨强忍泪水抱起女儿，当然可以，宝贝。他当即决定，无论如何都要保护好小雨，不让她卷入这场复仇。但顾婷和苏曼必须付出代价。周末，陆晨和白薇在一处隐蔽的茶室密谋。顾婷下周要去澳门谈生意，白薇说，实际上是去赌钱。他去年在澳门输了800万，还是挪用公款补的窟窿。陆晨眼睛一亮，有证据吗？白薇点头，我偷拍了他上次的赌场流水单。太好了，陆晨拍桌，我这边查到他把公司项目外包给自己的空壳公司，至少侵吞了上千万。两人交换了掌握的证据，越说越激动。白薇甚至拿出一个小本子，上面记满了顾婷的行程规律。每周3下午，他都会去郊区别墅。白薇冷笑，和苏曼。陆晨握紧拳头，那我们就在下周3行动。计划很简单，白薇负责收集顾婷贪污的证据，陆晨则跟踪苏曼，获取更多偷情实锤。最后，他们要在顾氏集团年会上来个致命一击。2个受伤的人相视一笑，复仇联盟正式成立。对了，临走时白薇突然问，你女儿？陆晨没有说话，只是打开手机，翻出报告。白薇看着陆晨手机上的鉴定报告，突然皱眉，等等，如果小雨不是你的孩子，为什么苏曼要带着她嫁给你？陆晨猛地抬头，什么意思？顾婷6年前有个情人。白薇压低声音，听说怀孕后出车祸死了。行动当天，陆晨起了个大早，他给小雨做好早餐，拜托邻居阿姨帮忙接孩子放学。爸爸今天要加班，宝贝跟王奶奶睡好不好？陆晨亲了亲女儿的脸蛋，小雨乖巧的点头。那爸爸要早点回来哦。看着女儿天真无邪的眼睛，陆晨更加坚定了复仇的决心。他要让苏曼和顾婷身败名裂，永远没脸出现在小雨面前。
按照计划，陆晨提前潜入了顾廷的郊区别墅。这栋房子是顾廷用贪污款买的，连白薇都不知道，他是跟踪苏曼才发现的。卧室装修的极其奢华， King size 大床上还撒着玫瑰花瓣，陆晨强人恶心。在床底、床头柜和浴室分别安装了微型摄像头和录音笔。刚搞定准备离开，突然听到车库门开启的声音，陆晨慌忙躲进衣柜，透过缝隙看到苏曼和顾廷搂抱着走进来。想死你了！苏曼的声音甜得发腻。上次说的副总职位，急什么？顾廷一把扯开他的衬衫，先把老子伺候舒服了再说。接下来的画面让陆晨差点冲出去杀人，但他死死咬住嘴唇，直到嘴里尝到血腥味。录音笔正在工作，这些都会成为呈堂证供。2小时后，彦族的顾廷去洗澡了。苏曼拿起手机发了条语音：小雨乖，妈妈这周出差，周末再接你哦。躲在衣柜里的陆晨红了眼眶，小雨昨晚还哭着要妈妈，而这个女人却在这里。突然，顾廷的手机响了，他裹着浴巾走出来接听。喂，什么？账目被查了？电话那头传来急促的声音。顾廷的脸色越来越难看，白薇那贱人，肯定是他搞的鬼。陆晨心头一跳，白薇行动了，我马上回公司。顾廷匆匆穿上衣服，你收拾一下赶紧走，这地方不能待了。苏曼慌了，那我副总的事，还副总？顾廷一把推开他，公司都要出事了，滚！苏曼呆坐在地上，看着顾廷扬长而去。衣柜里的陆晨冷笑，看来这对真爱也不过如此。确认2人都离开后，陆晨取回设备，录音和视频都完美保存，尤其是顾廷承认贪污的那段，简直是天赐良机。他给白薇发了条暗号：东风已至，复仇的齿轮开始加速转动了。陆晨把郊区别墅录到的视频反复看了3遍，画面里顾廷赤裸上身，边擦头发边对着电话说：那2000万走鼎盛的账，老规矩，30%返给我，完美。陆晨按下暂停键，这段录音足以证明顾廷贪污公款，他拷贝了3份，分别存进 U 盘、云端和保险箱。手机震动起来，是白薇发来的消息：顾廷把澳门赌场流水单锁在书房保险箱，我需要更多时间。陆晨回复：不急，年会还有2周。他打开电脑，开始整理所有收集到的证据。1. 苏曼和顾廷的偷情视频7段。2. 顾廷贪污公款的录音3段。3. 鼎盛商贸的虚假合同12份。4. 顾廷与不同女人的亲密照46张。看着这些战利品，陆晨却高兴不起来。小雨昨晚又哭着要妈妈了，他不得不给苏曼打电话，结果听到那头传来顾廷不耐烦的水啊，爸爸。小雨揉着眼睛站在书房门口，我梦见妈妈不要我了。陆晨抱起女儿，闻着她头发上的儿童洗发水香味，妈妈只是工作太忙了。这个谎言他说的自己都想吐。哄睡女儿后，陆晨收到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彩信，是苏曼和顾廷在酒店大堂拥吻的照片，拍摄时间是今天下午，也就是说，苏曼根本没出差。他又一次为了顾廷抛弃了女儿。好，很好。陆晨冷笑着把照片加入收藏夹，这些都会在年会上展示给所有人看，尤其是顾氏集团那些董事们。周末，陆晨带小雨去游乐园散心，小姑娘坐在旋转木马上，
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爸爸，快看，我能放手了！小雨兴奋地挥舞着小手。陆晨举着手机录像，突然在取景框里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，苏曼。她戴着墨镜和口罩，但那个走路姿势，陆晨绝不会认错。他身边是个戴鸭舌帽的高大男人，两人正往鬼屋方向走。小雨，爸爸去给你买冰淇淋，你在这里等王奶奶好不好？陆晨赶紧联系了同来的邻居阿姨，跟踪苏曼进了鬼屋。陆晨借着昏暗的灯光，拍到了顾婷搂着苏曼激吻的照片。更劲爆的是，顾婷的手已经伸进了苏曼的裙子里。啊！突然一声尖叫从前方传来，接着是顾婷的怒骂：操！你他妈不长眼啊！陆晨凑近一看，乐了。一个扮鬼的工作人员不小心撞到了他们。现在顾婷的衬衫被道具勾破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！工作人员连连道歉。顾婷却暴跳如雷：知道我这件衬衫多少钱吗？把你卖了都赔不起，叫你们经理来。苏曼在一旁尴尬地拉着他的手臂：算了吧，这么多人看着呢，滚开！顾婷一把甩开他：都是你非要来什么破游乐园？陆晨悄悄录下了全程，这段视频太完美了，展示了顾婷暴躁的性格和对待苏曼的真实态度。他正准备离开，突然听到小雨的声音：爸爸！陆晨浑身一僵，小雨怎么在这里？他转身看到邻居阿姨一脸歉意：小雨非要找你。更糟的是，小雨已经看到了苏曼。妈妈！苏曼像见了鬼一样后退2步，顾婷则直接黑了脸，晦气，拉着苏曼就要走。小雨哇地哭了出来：妈妈为什么不理我？陆晨抱起女儿，冷冷地看着这对狗男女。游乐园是公共场合，你们能来，我们也能来。顾婷轻蔑地扫了眼陆晨怀里的女孩：小杂种，哭什么哭？这句话彻底点燃了陆晨的怒火，他一把揪住顾婷的衣领：你再说一遍，打人了，打人了！顾婷突然大喊起来：保安，这里有人打人！场面一片混乱。等保安赶来时，顾婷已经整理好衣服，摆出一副受害者的嘴脸：这人莫名其妙攻击我，我要求调监控报警。陆晨冷笑：好啊，正好让警察看看你刚才在鬼屋里对我妻子做了什么。顾婷脸色一变，拉着苏曼匆匆离开。苏曼回头看了眼哭成泪人的小雨，嘴唇动了动，最终还是跟着顾婷走了。爸爸妈妈是不是不要我了？回家的出租车上，小雨抽泣着问。陆晨紧紧抱着女儿，在心里发誓，年会那天他要让顾婷和苏曼付出100倍代价。你确定要这么做？白薇把 U 盘递给陆晨，一旦开始就没有回头路了。陆晨检查着 U 盘里的内容，顾婷在澳门赌场豪掷千金的视频，还有他签下的巨额借据。你后悔了？白薇摇头，眼神冰冷。我只是担心我儿子的抚养权。两人在陆晨家密谋到深夜，年会流程已经搞到了。顾婷作为副总裁要上台致辞，那将是播放视频的最佳时机。技术问题都解决了？白薇问。陆晨点头，我买通了会场的技术员，他会把我们的视频接入主屏幕。说着，他打开电脑演示，看，只要按下这个键，屏幕上突然跳出一条新邮件提醒，发件人是私家侦探。陆晨点开后，两人都愣住了。照片上是白薇和顾氏集团董事长顾振国、顾婷的父亲在酒店私会的画面。白薇脸色煞白。陆晨眯起眼睛，
看来你也有秘密。白薇颤抖着点了支烟。顾振国才是我儿子的亲生父亲，当年他为了家族名誉，让我嫁给顾廷这个废物。这信息量太大了。陆晨消化了一会儿，突然笑了。所以顾廷一直戴着他老子的绿帽子。不仅如此，白薇吐出一口烟圈，顾振国早就想除掉顾廷了。这次贪污事件就是他暗中推动调查的。陆晨恍然大悟，难怪你能轻易拿到那些机密文件，现在你知道了全部真相。白薇直视陆晨，还愿意合作吗？陆晨思考片刻，伸出手，各取所需。我要顾廷和苏曼身败名裂，你要儿子和财产，顾振国要除掉不争气的儿子。完美。两只手在烟雾中握在一起，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酝酿。顾氏集团年会前3天，陆晨接到了一个陌生来电。陆先生，我是顾振国。电话那头的声音低沉威严，方便单独见一面吗？高级茶室里，顾氏集团的掌舵人坐在陆晨对面，虽然已经60多岁，但气场强大的让人不敢直视。白薇都告诉我了。顾振国开门见山，你很聪明，收集的证据足够让顾廷坐10年牢。陆晨不动声色，顾董是想让我收手，恰恰相反。顾振国冷笑，我要你加码。他推过一个文件袋，这里有顾廷挪用慈善基金和行贿官员的证据，足够判他无期。陆晨翻开文件，心跳加速，这些证据比他收集的劲爆10倍。为什么？陆晨不解，他可是你儿子。顾振国的眼神突然变得阴鸷，他不是我儿子，是他妈跟司机生的野种，我养了他30年，该收点利息了。原来如此。陆晨恍然大悟，难怪顾振国会和白薇，这一切都说得通了。年会上，我会安排你以特邀嘉宾身份入场。顾振国站起身，别让我失望。苏曼坐在咖啡厅里，反复看着手机里的照片，这是他偷偷从顾廷手机里传出来的。照片上顾廷搂着另一个女人，背景是马尔代夫，日期正是他所谓独自考察的那周17号。苏曼想起白薇的话，胃里一阵翻腾。她只是顾廷众多情妇中的一个，甚至连名字都不配被记住。手机突然震动，是顾廷发来的语音：今晚老地方，穿我送你的那套情趣内衣。苏曼恶心的差点吐出来。她打开通讯录，犹豫了很久，终于拨通了陆晨的电话。有事？陆晨的声音冷得像冰。我想见小雨。苏曼的声音在发抖。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，没这个必要了。小雨现在过得很好，不需要一个为了野男人而抛弃她的母亲。陆晨，苏曼哭了出来。我当时鬼迷心窍，年会后再说吧。陆晨直接挂断了电话。苏曼呆坐在咖啡厅里，突然意识到自己失去的远比想象的多。他擦干眼泪，做出了一个决定，要去年会现场，当面向陆晨和小雨道歉。年会当天早晨，陆晨给小雨穿上最漂亮的连衣裙。爸爸，我们要去哪里呀？小雨好奇地问。去看一场表演。陆晨系好领带，结束后爸爸带你去吃冰淇淋。他把小雨托付给邻居王奶奶照看，然后驱车前往会场。白薇已经在后门等他，递给他一张特邀嘉宾证。都安排好了。白薇压低声音。顾振国把顾廷的演讲调到了开场，技术员是我们的人。陆晨检查了一下 U 盘，里面不仅有顾廷贪污的证据，还有苏曼出轨的视频集锦。今天他要让这对狗男女在所有人面前现出原形。
会场灯光渐暗，主持人宣布年会开始。顾廷西装革履地走上台，开始他的年度汇报。陆晨悄悄溜到控制室，对技术员点点头。下面请看我们今年的业绩展示。顾廷话音未落，大屏幕突然跳转，播放的却是他在郊区别墅的淫乱视频。这是什么？快关掉！顾廷在台上暴跳如雷，会场一片哗然。视频接着切换到顾廷贪污公款的录音，然后是澳门赌场的豪赌画面。保安，把那个人抓起来！顾廷指着控制室方向，脸色铁青。就在这时，苏曼突然冲进会场。顾廷，你这个骗子！他手里举着手机，你背着我还有18号、19号是不是？会场彻底乱了套。顾廷冲下台想逃，却被早已埋伏的警察拦住。顾廷先生，你涉嫌职务侵占和挪用公款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顾振国此时才缓缓起身，假惺惺地说：家门不幸啊。警察带走顾廷后，会场逐渐安静下来。陆晨正准备离开，突然看到苏曼瘫坐在角落，妆容全花，像个疯婆子。满意了？陆晨冷冷地问。苏曼抬起头，眼泪冲花了睫毛膏。陆晨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太迟了。陆晨转身要走，苏曼却扑上来抓住他的裤腿，求求你让我见见小雨，我什么都愿意做，什么都愿意。陆晨突然笑了，那先告诉我，小雨到底是谁的孩子？苏曼脸色刷得变白，当然是你的。陆晨掏出幼儿园体检报告，那为什么小雨是 AB 型血，我是 O 型，你是 B 型？根本不可能生出 AB 型的孩子。苏曼的嘴唇开始发抖。我不知道，是顾廷的。陆晨逼问。不是。苏曼突然崩溃大哭。是张总的。就那一次。张总。陆晨愣了几秒才反应过来，是张浩，他最好的朋友。5年前那次公司酒会，苏曼抽泣着说：你喝醉了先走。张浩他。陆晨的世界天旋地转，他以为只是被妻子背叛，没想到连最好的兄弟也。陆晨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家的，他机械地给小雨做了晚饭，哄她睡觉，然后坐在客厅里一瓶接一瓶地喝酒。门铃响了，是张浩，他显然已经听说了年会的事，一脸愧疚地站在门口。滚！陆晨只说了这一个字。陆晨，你听我解释。张浩硬挤进门。那次我们都喝多了，就一次。后来苏曼威胁我要说出去，我才……陆晨一拳砸在张浩脸上。你他妈知道我这些年是怎么对小雨的吗？张浩被打倒在地，鼻血直流。我知道我对不起你，但小雨是无辜的，滚出去！陆晨抓起酒瓶就要砸，被闻声赶来的王奶奶拦住。张浩狼狈地爬起来，丢下一张银行卡，这里有50万，算是我给小雨的。陆晨直接把卡掰成2半扔了出去。第二天，陆晨带着小雨去了亲子鉴定中心，结果要等3天，这3天对他来说简直是地狱。第3天清晨，陆晨被电话吵醒，是鉴定中心打来的，说结果出来了，但有些异常，需要他亲自去看。陆先生，结果显示您和小雨确实没有血缘关系。医生推了推眼镜，但奇怪的是，苏曼女士也不是他的生物学母亲。什么？陆晨震惊地站起来，这怎么可能？医生调出数据，小雨的血型是 AB 型，而根据我们的检测，苏曼女士是纯合子 B 型，理论上不可能生出 AB 型的孩子。
陆晨脑子一片混乱。如果苏曼不是小雨的母亲，那谁是？就在这时，他的手机响了，是一个陌生号码。陆先生，我是顾家的保姆刘姨，有件事我瞒了6年。咖啡厅里，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递给陆晨一张照片，这是真正的苏曼小姐和小雨。刘姨递来的照片里，真正的苏曼抱着新生儿，背后日历显示日期是6年前。那时苏曼实为苏丽，正在国外留学。苏丽小姐根本不知道姐姐生了孩子。刘姨抹着泪，顾少爷派人把孩子送到孤儿院，是苏丽回国后误以为这是她和顾婷的孩子。照片上的苏曼和陆晨认识的苏曼有7、8分相似，但更温婉一些，怀里抱着刚出生的小雨。6年前，顾婷少爷包养了苏曼小姐，她怀孕后，顾少爷怕影响继承权，刘姨颤抖着说，就找人制造车祸，但孩子奇迹般活了下来。陆晨如遭雷击，所以现在的苏曼是苏曼小姐的双胞胎妹妹苏丽。刘姨老泪纵横，她为了报复顾少爷，整容成姐姐的样子接近他，后来阴差阳错嫁给了你。陆晨带着小雨去见了一位儿童心理医生，从遗传学角度，小雨确实不是你们的孩子，医生说，但从法律和心理层面，你永远是他爸爸。儿童心理医生翻看着资料，苏丽患有解离性身份障碍，她把自己完全带入了姐姐的身份，所以真心以为小雨是自己的孩子。小雨在沙盘前玩耍，完全不知道大人们谈论的话题有多沉重。我该告诉他真相吗？陆晨问。医生摇头，6岁的孩子无法理解这么复杂的事，重要的是你给他的爱是真实的。离开诊所时，小雨突然拉住陆晨的手，爸爸，你最近不开心吗？陆晨蹲下身，看着这个无辜的小生命，只要小雨开心，爸爸就开心。那小雨很开心，小女孩灿烂地笑着，因为爸爸最爱我了。陆晨紧紧抱住女儿，眼泪无声滑落。无论血缘如何，这个他亲手带大的孩子，永远是他的女儿。病床上，苏丽呆滞地抱着姐姐的照片。我答应过要替她报仇。小雨是谁？我的孩子呢？她在得知真相后彻底崩溃，被送进了精神病院。顾婷因贪污罪被判15年，顾振国如愿以偿地掌控了集团全部股份。白薇带着儿子和巨额分手费去了国外，而张浩，陆晨再也没见过他。1年后，陆晨带着小雨搬到了海边城市，他用出售设计专利的钱开了家小工作室，专门做儿童绘本。爸爸，这个故事是真的吗？小雨指着新绘本《小公主与守护骑士》问道。陆晨笑着揉揉她的头发，当然是真的，骑士永远会保护小公主。门铃响了，是幼儿园的林老师来家访。这位温柔的女孩是小雨最喜欢的老师，也是陆晨这半年来约会对象。陆先生，小雨在幼儿园表现很棒。林老师笑着说，就是有时候会说些奇怪的话。什么话？陆晨紧张起来。他说妈妈变成了星星，在天上看着他。林老师有些尴尬。我不知道您夫人已经。陆晨望向窗外明媚的阳光，那是个很长的故事了。小雨突然跑过来，一手拉着爸爸，一手拉着林老师。老师，你能当我妈妈吗？我爸爸可好了。2个大人顿时红了脸。微风吹动窗帘，带来远处海浪的声音。在这个崭新的家里，过去的仇恨与背叛都已远去，只剩下爱与希望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
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